如果一个科学家告诉你，只要把球员的基因、心跳和肌肉数据输入电脑，就能100%预测一场是解决赛的结局，你会相信吗？而005年5月25日深夜，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更衣室里，世界足坛最强大的红色巨人正看着墙上的积分办发出冷笑。此时距离世界之巅，他们只剩下最后的45分钟。在那个大数据还没普及的年代，圣西罗球场的地下室里隐藏着一个神秘的科学圣地——米兰实验室。这里的工程师宣称，他们可以利用伪晶片和数学模型，将球员的受伤记录降低90%。这不是狂妄，这是事实。靠着这套系统， AC 米兰打造出了一支平均年龄超过30岁却依然维持在巅峰状态的钢铁防线——马尔蒂尼、内斯塔、史塔姆。这3个名字站在一起，就是当时全世界前锋的噩梦。而在他们身前，还站着优雅的皮尔洛，以及正处于核弹级巅峰的巴西天才卡卡。这不是一支普通的球队，这是一台由金钱、天赋与现代科学精密组装而成的机器。在前往伊斯坦堡的路上，他们没有丝毫破绽。决赛的对手是利物浦，一直在英超甚至没有前世的平庸队伍。比赛的走向完美符合了米兰实验室的电脑预测。开场仅仅52秒，对场Paolo Maldini在禁区内凌空抽射破网，1-0。随后卡卡用一道上帝视角般的精准传球撕裂了利物浦的防线，Hernan Crespo 梅开2度，3-0。当半场结束的哨音响起时，伊斯坦堡塔图克体育场的空气已经凝固。在足球超过100年的历史中，从来没有任何一支球队能在欧冠决赛落后3球的情况下翻盘，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是历史上防守最密不透风的米兰球员。多年后呢，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传闻，说米兰球员在半场休息时就已经开好了香槟。虽然当事人极力否认，但那种傲视一切的狂妄早已在更衣室的空气中蔓延。科学告诉他们，他们赢了；比分告诉他们，他们赢了。全世界的观众也都认为他们赢了。但命运最讽刺的地方，就在于它总是在人类自以为最完美的时候将下天谴。下半场第54分钟，利物浦队长杰拉德在禁区内高高跃起，头锤破网。他没有庆祝，而是疯狂地挥舞双臂，煽动着看台上4万名利物浦球迷。那是利物浦著名的看台之歌 You'll Never Walk Alone。 2分钟后 Smicer 远射破门，3-2。再过3分钟 Alonso 施尔马布射破网，3-3。6分钟仅仅用了366秒，这台由大数据和科学打造的精密机器，齿轮开始剧烈摩擦崩裂， Nesta 的眼神开始慌乱， Pirlo 的传球开始失误。米兰实验室的电脑可以算出肌肉的极限，却算不出人类在绝境下爆发出的疯狂意志。比赛被拖入了最残酷的施尔马大战。当米兰最后一位神级前锋 Shevchenko 站在球点前，他的对手利物浦的门将 Dudek 正用足一种近乎滑稽的面条舞步在门线上晃动。科学在这一刻彻底失效，只剩下心里的博弈与原始的恐惧。下一秒 Shevchenko 起脚，球被 Dudek 扑出。在那个瞬间，整个伊斯坦堡陷入了2种极端的疯狂。利物浦他们在拥抱痛苦，而米兰的球员们则像是失去了灵魂的雕像，瘫坐在草地上。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足球比赛，而是一场科学摆给奇迹、狂妄摆给信仰的事实。米兰实验室的超级电脑可以预测肌肉、心跳甚至胜率，却始终算不出人类在绝境中创造奇迹的能力，因为那些无法被数据解释的瞬间才是真正的足球。